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毛哥。那最近其实有蛮多小伙伴会在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 YouTube 留言问我，就是我的衣服啦、鞋子在哪边购买。所以今天我就整理了就是9个购物网站，就是大家可以看旁边这9个。那这个购物网站里面呢，包含有就是女生的，也有男生的。那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使用这9个购物网站，然后跟在这9个购物网站什么时间入手最好，或者是你应该要买什么。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往下看。第一个呢，要介绍就是我个人就是这2年的爱战Net-a-Porter 上面呢，其实他们有跟很多设计师会有所谓的 exclusive 联名款或是一些特殊款都会在上面。那我就分享一些我最近几个我买到非常喜欢的东西。最近其实是网站他们的 Final Sale， 就是通常在12月结束之后呢，很多网站在1、2月会进行出清。那这双就是我最新的战利品，就是芬迪他们家的鞋子，它是一款运动鞋。我很喜欢这个鞋子的原因是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球鞋，然后有鞋带的设计嘛，这个是假的。它其实用的是拉链，大家可以看它穿脱非常的方便，它就是个拉链。然后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厚底的设计，穿起来很舒服。另外一个我喜欢它的部分是这边这个，我不知道大家看到，这个其实是有点像 PVC 的材质，所以雨天穿出去其实也不太怕。重点是这双鞋子的价钱超好的，我好像是6折买的吧。然后这个鞋款呢，其实也是他们新的一季会继续推的一个鞋款。不过我看新季的颜色大概是以白色、灰色为主。但 anyway，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喜欢的鞋型，你就可以先加入你的 wish list。运气好呢，就跟我一样，在折扣季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一个4折、5折、6折的折扣。这是我最新喜欢的一双鞋。那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品牌呢，是一个韩国的设计师，叫做 Minjo Kim。这个设计师很有趣，其实我会认识他是因为一个Netflix 的实境秀，叫做 Next in Fashion， 中文好像叫前瞻时尚吧。那这个节目呢，它是要选出就是一些新锐的设计师，那设计师的那个头奖就是可以跟 Net-a-Porter 网站合作 mini collection。就是他就可以帮你设计好的东西，他就可以帮你在他们的网站销售。那因为 Net-a-Porter 在全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网站，所以一旦上去就会很多人认识你。那其实，在他的那个秀里面呢，他的风格我个人还蛮欣赏的，就是有一点 dreamer 很浪漫少女，但是他又不会太甜腻，他就是很有设计感。然后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他之前有一套，就是其实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件。它是这种比较特殊的这种布料，然后是白底的，然后有一些绿色的拼布。然后很巧合的是，其实那时候我在Minjo Kim 自己的网站看到 model 穿的是这个套装呢，再加上一个小洋装，其实2套我都很喜欢，但是它的原价真的太贵了。后来这次在 Final Sale 的时候，我发现 Net-a-Porter 有这一套给大家看近看，他们家的细节真的做得很好。它的这个布料啊，其实是拼的，你从后面这边可以看出来。它是有2个布拼在一起，然后除了这个外套之外呢，我其实买了同款的裙子，给大家看一下近看。它 structure 真的很好，它是这种厚的布料，然后非常有结构性，我个人觉得穿起来很好看。然后如果大家有买像这样子白底的套装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穿白色的靴子，甚至白色的运动鞋都很好看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就是自己穿起来示范的照片在旁边，就是当然不像 model 穿起来这么的俏皮或高挑，但我自己觉得我还蛮推荐这样的套装，大家就是平常你可以一起穿，你也可以分开穿。那最近呢，我在 Net-a-Porter 还买了一件洋装，我自己也超满意的，是Rui Valentino 他们家的皮革洋装。然后我觉得 Net-a-Porter 购买有一个好处是，他们基本上来的时候啊，他会付他原本的衣价，然后如果品牌有付自己的就是防尘套，他也会付给你。然后当然原厂的鞋盒啊什么，他通通都会付给你。所以我个人觉得在 Net-a-Porter 买东西有个好处，就是它 package 非常的完整。然后这件其实是在它新上架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加入我的 wish list 了，因为我一直想要买一件皮革的洋装，但我又想要买就是比较甜美、比较不一样的皮革洋装，因为一般的皮革洋装都会太辣，我就不是走那种很辣的路线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件我就很喜欢，但单价真的太高了。那这次 Final Sale 是非常幸运，它的折扣真的非常的深，它打了一个我没有想过它会打一个这么深的折扣，但刚好有我的尺码，我就买下来了。那其实大家会担心这样的皮革洋装会不会穿起来很紧绷？那大家要注意，如果你要买，你就要买这种，你看
它的皮革很软，你可以这样揉，它又可以恢复原状。像你要买皮革洋装，就是买这种比较柔软材质的，它就会比较贴你的身形，然后也不会太紧绷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个穿起来非常的修饰身材。如果大家喜欢 Riva 听友他们家的洋装啊，然后又觉得在一般的网站买太贵，大家可以去 Netporter 的一个 online 网站叫 The One， 我等一下也会介绍。The One 上面有超多 Riva 的 Tino 家的洋装，而且都是3折到7折之间的折扣都很深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。很久不见的丝绒运动服。如果有人就是年纪跟我一样，就是比较早一点就开始接触时尚的人，应该都知道 Paris Hilton 曾经很迷恋Joyce Culture 家的丝绒运动服吧。我早期也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穿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。那当然这几年可能没有这么流行的，不过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材质呢，我很推荐这个品牌。然后它的这个品牌呢，在 Netporter 跟 Shopbop 都有贩售。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在品牌折扣的时候再购买就好了，因为品牌单价真的有点太贵，但它其实很容易可以打折到5折以下。那我这次买就是这个我爱的绿色，然后我选的呢是一套就是裤子是属于比较像喇叭裤这种型的，我觉得丝绒运动服穿这种比较宽管的裤子穿起来比较瘦。那试穿照也放在旁边给大家做参考。那其实我是先买这套绿色，穿完之后我自己觉得很舒服，很喜欢。刚好 Shopbop 也有同一个品牌的黑色，不过它的黑色是窄管裤。那因为折扣很深，所以我就买另外一套黑色，不过我还没拿到。Netporter 呢，其实它的特色是它有3个网站，包含了美国站、英国站跟香港站。那其实，在2021上半年呢，基本上之前都可以跨区购买，但之后它已经不能够接受跨区购买了。那这3个网站的品项其实会有点不同，价格也会不同。那当然，如果说同一个品项在3区都有卖的话，其实亚洲站是最贵的。如果大家想要买的是美国站或英国站的东西，我建议大家可以采取的是转运仓的服务。Netporter 是接受转运仓地址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便宜的，那就可以透过转运的服务在美国站或者是欧洲站购买。The One 基本上是 Netporter 集团旗下的仓货中心，所以网站上所有的商品呢永远都在折扣。那运气好的时候，你会碰到我们讲的折上折的活动。举一个例子，还有几个品牌我很推荐大家看的，当然就是除刚刚我提到的 Riva Tino 他们家的衣服之外呢，就是非常知名的巴黎世家 Balenciaga 他们家的衣服也是，或者是鞋子啦、帽子在上面也都有折扣。就我身上的这一件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件衣服。这件衣服呢，基本上大家看起来像是牛仔的一个外套，对不对？其实它是科技布料，近看一下就是非常非常的薄，它是这种超级薄的布料，所以即便你是春夏穿都 OK， 因为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凉，然后它可以当做一个 oversize 的上衣，或者是你把它当做就是外套穿都可以的。The One 上面呢，我最推荐大家去看的一个品牌是一个我个人超级爱牌，就是一个我靴子的爱牌，叫做 Stuart Weitzman。之前我有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珍珠靴，这种军靴在上面有很多，而且它都在很深的折扣。我最近买的一双呢，热腾腾，其实大概也是买不到2个礼拜吧，是他们家的这双，可以看到的是5050的长靴，这穿起来其实是一双过膝靴。我一直都没有买他们家过膝靴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当然就是价格比较高嘛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说，我觉得个子较小的女生穿过膝靴好像没那么好看，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买。但这次它的折扣下得很深，就是除了网站既有的折扣之外，我又拿到一个25% off 的额外的折上折的折扣，所以我就买了。而且这双不一样，它有我很喜欢的珍珠的那个小的装饰在旁边。你看大家可以发现吗？我对珍珠真的特别喜欢，军靴也买了，长靴也买了。然后我发现这双靴子啊，大家如果在找长靴，我真的很推荐，穿起来其实挺好看的，而且它非常贴腿。5050这边其实是伸缩的布料，所以它整个就直接套上去穿就可以。那我前面买的是鸡皮，它还有另外一种是全皮的。如果大家担心就是台湾很常下雨的话，你们可以买全皮款的。但总的来说，如果你们喜欢他们家的靴子，我很建议去买。那也有小伙伴问我尺寸的问题，基本上我平常 Roger Vivier 是穿34，
他们家的靴子啊，其实会比较小一点，所以我通常至少买大半号，所以他们家的鞋子我会买的是4号半。但如果你想要在里面穿比较有点厚度的袜子，你可能就要大到1号左右，给大家做参考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最近也发现了一个品牌，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质感的品牌。这个品牌呢叫做 Isabel， 这其实是一个法系的品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牌，这是他们家原本的衣架。Le One 因为是 Net-a-Porter 的关系啊，所以有时候他也会给你原厂的衣架，不过运气的，有时候不是。那这件是一个鸡皮的设计，它可以做外套呢，然后也可以做一个上衣穿。我其实在这套呢，基本上在7折的时候就在我的 wish list， 但是因为它价格太高了，所以我一直等到它打到3折还4折我才入手，而且这个其实是它的 final sale 了。给大家看，它的裤子也做得很精细，非常 bohemia， 它就是有这种小的边肩，然后它做得很短，旁边呢这个是可以调裤子的长度的。因为这裤子很短嘛，它是那种超短裤，所以穿起来超级显腿长的。那如果大家觉得露太多或冬天穿太冷了，就可以搭配我刚刚讲的这种过膝靴。那我也搭一下给大家看，就是看效果好不好。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牌子也是我近期还蛮推荐的一个牌子。然后另外是 Le One 上面其实有非常多厉害的品牌。除了刚刚介绍的一些比较一线的品牌之外呢，上次有给大家看到的亮片衣，就是法系的一个很知名的，我觉得算是轻奢品牌吧 ，Madge 他们家的亮片衣也是非常的好看，穿起来就是华灯初上的 feel。那如果大家喜欢Chanel 这种软毛呢的材质呢，有另外一个法系品牌也是介绍给大家。这件衣服啊，其实单价折扣下来，我觉得还 OK， 大概是200块美金上下吧。然后，但是它的质料真的做得非常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近看，它的边啊这边都修得非常好，然后连它的扣子都是他们品牌的一个扣子，然后是这种穿起来非常舒适的软毛呢材质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在 Le One 找到一些还不错的单品。那如果大家想要找到一些比较便宜的单品呢，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去 Le One 去看看，而且很有趣的哦，就是有的时候Net-a-Porter 正在贩售原价的东西呢，在 Le One 是可以找到的。所以如果大家在 Net-a-Porter 看到喜欢的东西呢，大家可以先去 Le One 看看它是不是已经开始偷偷的下了折扣。那男生的小伙伴一定想说怎么都没有介绍男生的，其实在 Net-a-Porter 集团下面呢，也有一个男生的购物网站叫 Mr. Porter。其实 Mr. Porter 上面的东西呢，我觉得有蛮多的联名款或者是 exclusive 的款式可以找到。那最近最知名的一个联名款就是North Face 跟 COS 的一个联名。这个系列其实在台湾的101也是有贩售的，不过它太火爆了，所以其实它首卖当天就大排长龙，而且每一个人同款都只能买2件。那这系列我个人觉得最推荐的就是他们家的帽 T， 我自己也追了照片里面的蓝色的这件帽 T， 非常的好看，但我还没收到啦，等我收到再跟大家一起开箱。那其实在这个网站上面呢，大家还可以找到是 Celine 的男装的系列。那 Celine 他们家还蛮有趣的是，他们家的男生款啊的配件，其实女生也是蛮适合用的，不管是帽子啦、腰包啦，还有最近的一个新的系列三角包，在这边都可以找到。Shopbop 是我使用最久的网站，大概从学生时代一直使用到现在。现在呢 ，Shopbop 已经把它的男装跟女装整成一个网站了。如果大家想要使用 Shopbop 网站的话呢，我会建议大家，它最好的购买的时间是在每年的4月到跟11月的时候。原因是因为这2个季节呢，这2个月份刚好会是它迎来它最大的一个折扣，叫阶梯折扣。它是用集聚式的，你买越多折扣就越多。那最高的折扣呢，其实是可以到25% 的折扣，而且在这个时期呢，多数的品牌它都会参加这个折扣。如果你买的商品呢，它已经是一个 discount 的状况了，那就可以享受折上折。最近呢，一样就是现在就是换季嘛，所以其实延续先前的折扣呢，我最近就买了一个品牌，是男装的品牌叫 Amy Paris。那我觉得他们的品牌呢，衣服呢非常的可爱，就是有一个大大的爱心跟他们家的一个 logo 在上面。我就买了照片里面的这个白 T 呢，送给胖达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穿这件真的应该会超好看。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女生穿也蛮好看的，而且它有很多不错的颜色。
24H 是 LV 集团旗下的一个网站，上面的品牌呢基本上都是隶属 LV 的，在上面购买大家不用担心，就是你会买到假货。然后我自己最推荐大家去购买的品牌呢，其实就是LV、Celine 还有 Dior， 但是呢，大家要切记，你一定要使用欧洲站来购买，你才会享受到欧洲站的价格。他们的网站是可以接受转运仓的价格。我先前跟大家开箱过的Celine 的 Ava 包包，其实就是在这个网站上购买的。大家应该还记得我购买的价钱吧？超甜的，是790欧元，非常好的一个价格。而且这个网站上购买的东西呢，如果商品比较小的话，它是会把原厂的盒子付给你的，这就是 Celine 原本的盒子，然后还有防尘袋啊，其他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你买的包包比较大的话，或者是说LV 的包包的话，基本上只会有防尘袋，通常是不会附盒子的。不过我觉得盒子是身外之物嘛，大家应该只是想买包包吧。如果大家想买便宜的包包呢，转到欧洲站，你就会想到很好的价格。Miss Rita 也是一个我使用很久的网站。那早期我用这个网站主要是为了购买 Roger Vivier， 因为这是一个欧洲的网站。早期 Roger Vivier 上面价格真的非常好，但我猜测啦，亚洲代理商应该有抗议这个网站就是卖价钱太低了，所以后来他就调过价钱。所以后来，如果你的shipping 的地址是亚洲的话，基本上你买 Roger Vivier 是没有太大的价差的。但是如果大家把你的shipping 的地址改成欧洲的地址，价差还是蛮大的。那以前这个网站呢，基本上它的关税是不内含的，所以等于是你收到货之后，你可能还会额外要支付一笔关税。最近它改了，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含税跟含运费。那我自己最喜欢在上面买的是一些可能不寄送亚洲的东西，但是我可以透过转运仓来购买，比方说 Prada 的东西。Prada 基本上这个品牌呢，在米其林上面是有的，但它不寄送亚洲。那 Roger Vivier 虽然寄送亚洲，但价差很大，所以这样的品牌呢，我基本上就会透过转运仓来购买。Prada 最近有一些新款，我个人觉得还蛮简洁好看的。我最近就是订了一纸包，就是照片里面的这一纸就是毛巾包，我选的基本上是黑白的色系。Louis Vuitton 上面，我个人觉得最值得买的不是女装，而是 kids， 就是小孩的东西。它这个网站非常有趣，是它有非常多精品的小孩子的系列在上面，特别是有一些 mini collection 的系列。跟大家介绍几个品牌吧。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品牌就是 Bowman 他们家，这大概是我2年前在折扣季购买的。有在 follow 或者是购买过 Bowman 他们家的东西都知道，他们家的品牌其实有点昂贵。那他们最厉害的就是他们的西装外套，还有他们家的针织衫。但是呢，在 Louis Vuitton 他们家是有他们 Mini Me 的系列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属于身材比较娇小或比较瘦的女生呢，你是可以直接去买小孩子的系列。我一般都会买14岁的小朋友的系列，那当然它有卖到16岁的，所以如果你是比我更高挑的女生，你就可以买16岁的系列，价差真的非常的大，特别是碰到折上折的时候。跟成人的相比呢，可能大概就是5折不到，甚至有的时候碰到折上折，你可能就拿一个3折的价钱。此外呢，他们 Mini Me 系列呢，还有出的一个我很推荐的品牌呢，就是 Burberry。Burberry 在他们家呢，也是有非常完整的 collection。小孩的跟大人的价差本来就很大，包含大家喜欢的经典款的风衣，其实小孩的系列也是会便宜非常的多。那 size 呢，大概就是做到14岁，原则上我就会建议大家就直接买最大号。但如果今天你的身高超过160公分以上，我就不建议大家购买了，因为你就会觉得太小了。但是160以下的女生是真的可以看看这个系列，这个也是我2年前买的一个，我买的是男童款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件，非常的可爱，它后面就是有他们家的 logo，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花花的帽 T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当时我买的这个是双面款的，就是里面这页也是可以翻过来穿，就是格子的。当时我买的这个价格，我印象中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价格，好像7-8千块台币吧，成人根本就不可能买到这个价钱。除了 Burberry 之外呢，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的是羽绒品牌之王 Moncler， 他们家呢也是有 Mini Me 系列在 Louis Vuitton 上面的，我买的这款呢是男童款的。价格也是相当好，我记得也是成人款大概1半不到的价钱就入手了。那上面大家可以找到大概就是到14岁或12岁的小孩的款式，大家可以看看。
此外呢，还有一个品牌，我觉得也可以看童装的是 Gucci。不过 Gucci 呢，他们的小孩比较 tricky 一点，他也是怕大人去买小孩的款式，所以他的 size 都买的比较小，所以他最多就是做到12岁。不过大家可以看看它的配件，帽子啦、包包啦这些配件，原则上我觉得是大人跟小孩是可以共用的。所以 Louis Vuitton 我就会很推荐大家去看他们的童装款。那精品的童装碰到折扣季的时候入手真的是非常的划算。还有一个我相信也非常多人使用过的网站就是 Farfetch。Farfetch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雅虎电商平台或虾皮这种，它上面有非常多的卖家，所以一样商品呢，你可能可以找到10个卖家10个价钱。我什么时候会使用 Farfetch 呢？就是我在刚刚的这些网站上都找不到，或者是我找到觉得折扣很烂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找 Farfetch， 因为它上面有非常多的卖家在上面。但 Farfetch 我觉得它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得就是稍微看一下跟稍微比价一下，原因是因为呢，它同一件商品的价差可能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大，而且你就会发现它的顺序是按照价差去排序的，就是价格越低的放最前面，所以有可能你这次看到这个商品是1万块，但是它这件卖掉了，它就会跳到下一个卖家，就变成1万2，所以价钱就会越跳越高。所以我觉得 Farfetch 基本上的买法呢，一样就是大家可能要把它加入 wish list， 可是它价格变动比较快，所以如果你已经觉得你拿到一个好的 deal， 基本上你就赶快下单吧。还有一个网站呢是加拿大的 Sense 网站，这个网站比较特别，是我觉得它特别适合男生去看，或者是说你是女生，但是你喜欢一些比较潮流的品牌，或者是比较中性的打扮，它上面有各式各样潮牌的上面，而且它们的色系呢就大概就是黑色、灰色、白色这样子的色系，所以如果你特别喜欢潮牌的人呢，我就觉得你可以去 Essence 看。不过 Essence 平常的价格其实真的不怎么亲民，所以我一样会建议大家在Thanksgiving 到 Christmas 这段的折扣再去看，会享有比较好的一个discount 这样子。那今天大概就是我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平常我比较常使用的9个购物网站。那当然还有一些网站我可能没有介绍到，但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知道，或者是对这些网站有一些疑问的，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也不要忘记点赞跟订阅哦。